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啊。我们这一期视频呢是最后纪元的纯召唤死灵的开荒攻略。如果你是初次接触这个游戏的新手，那么纯召死灵应该是最适合你的开荒玩法。以召唤物作为主力输出的它呢，开荒起来的体验是非常的轻松惬意的，因为你不用去考虑自己要如何的输出，只需要考虑走位、生存，还有给自己的召唤物挂 buff， 以及呢把自己的召唤物去塞到怪物脸上就好了。装备方面呢，更是可以全程带着黄装打通时间线。中后期你想要提升暗金也是比较容易到手的。后期呢，你想要转型施暴打法也是有不错的强度的，还能给4G这个版本的新专精术士攒装备。1.0 版本里呢，召唤死灵有几个比较大的改动。首先是核心的召唤物火幽灵小砍利刀，但是武器位置的词缀变化是完全可以弥补它的。原本呢，我们武器的后缀只能找一条100%的召唤物法术伤害，而现在呢，这个后缀被改成了3种召唤物的点伤增加。我们在后期一般玩的是冰骷髅法师加火幽灵的混合打法，这2个召唤物呢都是可以享受法术点伤的。所以在中期我们可以直接弄一把这样的武器，在后缀上寻找2个 T5 词缀，能一次弄到32点的召唤物法术点伤。如果你是老手的话，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改动的强力了。而对于新手来说，只要知道这一把武器在前期对召唤物的提升可能有 40% 到 50% 就好了。而想要获取它，你只需要在练级的时候呢，注意去分解带召唤物伤害的装备，获得带有召唤物法术伤害的这个词缀碎片，然后再去找一个本身带有召唤物法术后缀的武器，去升级原本的词缀跟附加新的词缀就好了。晚点呢，琉璃会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纯招早期的过滤器。注意为了获取足够的碎片，有一些装备是被我变成白色的显示了。如果你的碎片数量足够，就可以把它给去掉了。当然再好用的开荒 BD 呢，在游戏正式上线之后，也是需要一个加速器的支持，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卡顿影响暴毙的。所以琉璃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它的加速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使用之后呢，不仅延迟低，而且非常的稳定。之前游戏汉化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悠悠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帮助翻译的小工具，用了它你就能直接翻译屏幕中的英文，不需要浪费你的时间去打字查询了。在联机方面，悠悠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琉璃之前和朋友联机的时候，就是2个人一起找了一个尾号一样的，同时呢显示延迟也比较接近的节点，连续刷了4到5个小时之后，都是没有出现过卡顿掉线的。我们2个召唤指令10几个召唤物的动作都很正常。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款加速器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加速器主页点击优惠兑换，然后输入最后纪元用悠悠来获得免费的加速时长，试用一下效果不错再去买真实版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是按照开荒阶段的操作说明召唤死灵开荒的阶段大体是分为下面3个的。第一个就是刚刚开始战斗，这个阶段最好用的不是召唤物，而是角色的鲜血玻璃这个技能。你再把它点出血液专精这个专精点之后呢，配合白骨诅咒去抽怪物的血就好了。用它过渡到前期出了魔像之后，我们就可以靠骷髅和魔像来支撑前期的战斗了。这个阶段的操作量就非常低就是用游戏自带的控制召唤物的按键，也就是默认的 A 键去控制召唤物探路和打怪。游戏里呢是默认给你 F2 所有召唤物的，所以我们只需要 A 过去就好了。之后呢就是练级转职死灵法师，学会召唤幽灵和吸取生命，然后专精他们把吸取生命的脱手释放和对召唤物生效的点都点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当帕鲁玩了。召唤了幽灵和法师之后呢，对他们释放吸取生命，这样就可以给自己提供大量的回血和回蓝。回血能够保证自己不被秒就不会死，回蓝可以让我们大量的召唤幽灵来继续吸血，永动机了属于是。这个阶段呢，一般我们还会带个恐惧幽影，这个技能看上去是要对召唤物丢的 buff， 但游戏是存在一个 buff 自动锁定的优化的。我们看见这个 buff 没了，就直接按一下，就算你没有对着召唤物按，它也会自动挂到鼠标最近的召唤物身上，从而触发它的增益效果。那接下来是技能专精的说明在大后期呢，我们会选择下面这5个技能专精。首先呢，核心的输出技能是召唤幽灵，这个技能是必须转职死灵才能获取的。技能的连法呢，前期是先点出火幽灵，然后再去找各种伤害的节点。我的建议是尽快点出不能移动的死亡轨迹，它虽然会让幽灵无法移动，但是可以让幽灵的伤害大幅提升，配合它前置的幽灵直接召唤到对应位置，可以大幅的提升我们打精英的速度。
然后是另外一个输出技能骷髅法师，这个技能是可以在前期解锁的。我们在大前期要优先叠满额外召唤物，然后往右点出冰骷髅法师，然后呢再去加一点大法师，提升骷髅法师的强度。中后期我们转职死灵了，可以额外多招骷髅法师了，就把下面分支的额外骷髅法师也点出来，这样呢就可以取消大法师，多召唤法师打小怪用了。前期你觉得自己跑得很慢，那也可以点一下召唤骷髅法师传送的这个专精，它可以让你的赶路更加的丝滑。第三个专精是恐惧幽影，这个技能呢主要是用来 buff 召唤物的。除了增伤的节点之外，建议先把恐惧幽影不消耗召唤物生命点出来，这样你就不需要频繁的去补充骷髅法师了。第四个专精是转移，这个技能主要是用来赶路和斩杀的。前期呢，我们除了减冷却和转移的级数之外，要先把 15% 的转移斩杀这个给点出来，之后再去点转移给护甲等等增益的效果。第五个专精就是吸取生命了，这个技能呢必须点出右上角的引导转脱手，还有左下角的对召唤物释放回血回蓝才好用。这两个都点出来之后，就可以去点下面的吸取一段时间的生命之后呢，提供全抗和护甲了，最高是可以提供 50% 的全抗跟 50% 的护甲的。在后期呢，我们保证 buff 不断的时候，就能提供海量的坚韧了。天赋方面建议参考下面这几个就好了。纯招的话呢，我建议你是多关注自己的坚韧，所以在4技这边我们优先点生存和抗性。死灵这边呢，除了常规的输出和坚韧节点之外，我建议你点个1到2级的黑暗惩罚，它能在召唤的幽灵自然死亡之后，概率给我们提供骷髅先锋做小零食。这个先锋是没啥输出的，但是可以被我们用吸取生命来抽血抽蓝，加点的顺序你按照自己的喜好就行了。注意优先点出骷髅法师加1的节点啊，他们虽然打 boss 不太行，但是清理小怪是很强的。巫妖这边的专精一般只投入5点拿吸取生命这个技能，你也可以点这边的收割军团来得到骷髅先锋，这样死灵那边就可以不去点黑暗惩罚了。我们这套玩法成型的标志，除了装备之外，就是带2个苍白罪的神像了。召唤幽灵本身有一个节点是有 22% 的概率召唤火幽灵，火幽灵可以使用火球来远程攻击敌人，而苍白的金装神像可以提升这个概率，带2个就能提升到 100% 了。前期我们可以通过刷时间线扫神像的节点，或者通过预言来找神像的任务来定向刷它们。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召唤物的攻击概率触发死亡印记的神像，死亡印记是可以减少怪物的抗性的，而其他的神像就选择召唤物暴击率提升，还有血量和抗性等等就好了。那接下来是装备词缀的选择以及前中期的暗金更换情况。我们在游戏里呢打开 F 是可以进入工艺界面，并且使用材料加工装备的。剧情的开荒阶段我们基本上是有啥用啥，不过呢遇见那些带有召唤物的法术伤害的武器，就可以用分解符文拆掉它们来获取词缀碎片了。而中期要做装备啊，基本上都是找有2到3个词缀对应的，然后呢用词缀升级和添加来制作。后续等我们等级高了，会出现高潜能和高 T 级的底子，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玻璃符文以及绝望雕纹来去掉自己不想要的词缀，想办法搞出词缀全对 T 级还高的装备了。具体的装备词缀你可以参考屏幕中的表格。注意啊，我们下面提到的绝大部分暗金都是世界掉落的物品，你想要获取它们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去命运阵营去找对应的预言。比如说你要暗金盾，那就直接去选择一个随机暗金盾的任务就好了。武器这边我建议你选择带召唤物伤害的权杖基底，前缀是无所谓的，优先保证后缀有2个法术点伤。你还想提升体验的话，就可以找减耗和施法速度的前缀，不过这对伤害是没有影响的就是了。副手这边呢，建议你带盾牌啊，前缀是优先找格挡和召唤物的生命，后缀呢是找护甲和缺少的抗性，也可以带暗金盾牌被抹灭的摇篮，因为我们玩纯招本身是很少挨打的，他带的黄金之盾收益是很高的。同时呢，这个装备和下面要提到的被抹灭的什么什么都是刮刮乐装备啊，它在掉落的时候本身是有一个随机的封印值的，杀怪就能解锁封印，获取随机数量的词条。你运气好的话呢，可以从这里找到额外的召唤伤害或者是抗性。中后期刷 BOSS 的时候可以带暗金双手杖异常召唤，它可以增加幽灵的数量，极大的提升我们的爆发。如果刷出带潜能的，你给它打上双手的法术点伤，在大后期也可以配合龙星去玩护盾的打法。不过开荒阶段我们还是不讨论这些了。遗物这边呢，选择带召唤物伤害的基底就好了，词缀也是前缀去找召唤物的伤害血量，后缀呢去找抗性和护甲血量。有条件的话，你中期可以换一个被抹灭的4级野心，它有1级的全技能提升，还能让我们额外获得护盾值。
中后期我们可以刷时间线 BOSS 换取更强力的遗物，比如说85时间线 BOSS 100级的版本它掉的龙星，或者是80级时间线 BOSS 100级版本掉的船锚。前者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护盾，后者呢可以提供大量的耐伤和护甲，都是很不错的防御类遗物。鞋子呢，我们前期可以穿黄装的鞋子，前缀去找移速、活力，后缀呢找护甲、抗性之类的。游戏里我们是有概率遇见流亡法师的，击败他们之后可以获得带实验室词缀的装备，而实验室的鞋子有召唤物伤害和带宠物传送的词条，有好一点的词缀你也是可以穿的。中期就可以换暗金鞋子被抹灭的降临了，它可以给我们的召唤物提供急速，也可以呢穿暗金鞋伊泰拉之路，它能提供大量的生命值还有治疗效果，也能额外的召唤根须当做小零食吸血。项链这边建议选择绿松石基底的自带召唤物增伤的词缀，词缀方面呢也是通用的前缀找召唤物的伤害生命，后缀呢找抗性护甲血量就好了。中后期你可以把它换成暗金项链濒死呼唤。手套的基底就看自己的情况选择了，优先去找优质的词缀，前缀呢还是建议伤害，后缀建议抗性。中期我们可以打动 T3 的时间神殿了，就可以去朱拉身上刷他的手套，这个手套的词缀会被附加到召唤物上面，有钱人的话呢优先把它合成一个施法速度或者是召唤物伤害吧。头盔的话呢，前期是无所谓基底的，后期有条件就换召唤物点伤的基底啊。前缀我们选择召唤物暴击率、活力或者是智力，后缀呢则是选择带生命或者护甲或者抗性的。衣服的词缀和头盔基本一致，但前缀这边呢是不要活力，要召唤物的暴击和召唤幽灵等级的。戒指这边我建议你带绿松石的基底，然后呢词缀选择前缀带召唤物伤害和生命，后缀呢选择角色的生命值和抗性。腰带这边的词缀和戒指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后缀这边你可以出2条的生命值。总之整体的思路就是在全身除了武器跟副手之外，尽量的在装备的前缀去寻找召唤物的伤害和生命就好了。召唤物的生命这边有个300左右就够用了，主要还是追求召唤物的伤害啊。而后缀这边呢，就是尽量追求什么血量、护甲、抗性等等的减伤词条。由于吸取生命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血蓝，召唤物可以无限制的被召唤，所以我们只要自己活着，我们的召唤物就能干掉所有的怪物。最后呢，说一下开荒前期的专精点法。在我们1级进游戏的时候，最开始的专精建议你选择血液玻璃，它提供的血液飞剑的节点可以在前期提供非常稳定的 AOE 和回复能力，配合白骨诅咒呢，还有减少法力消耗的武器，在前期是比骷髅们的输出要高得多的。之后呢，第2个专精再选择骷髅，优先给他们点出分裂剑、暴击和额外数量。等级上去之后呢，白骨魔像出来了，就可以洗掉血液玻璃，靠魔像来输出了。给魔像走右边的烈焰节点，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 AOE 技能。之后再点出下面的嘲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安全。等到你转职死灵之后，就可以洗掉骷髅专精，去专精骷髅法师和幽灵了。之后呢，就是按照前面的专精加点操作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这个游戏的正式版会在明天上线啊，琉璃到时候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游玩直播。这一套召唤打法呢，是我在测试版用起来最舒服的一套。如果你想要学习其他的酷炫玩法，或者是想要找其他职业的战斗攻略的话，我建议你是在 B 站关注这个世界不能没有2。我这篇的攻略呢，有很多都是参考了它 0.92 的召唤玩法，或者是前往采蘑菇的论坛的最后纪元板块来寻找自己喜欢的玩法。我是琉璃啊，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